位地球伙伴们，欢迎大家回到小日子的大众占卜日记，我是心晴。今天的你心情还好吗？上次的影片发布后，谢谢大家私下给我许多回馈，所以在占卜开始之前，我想继续分享关于来自地心世界的讯息。上一支影片主要是谈到一些与我们生活有关的灵性资讯，这边我想更深入的探讨与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你可能还不知道，也还未想象过的地球奥秘。第一点就是，地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星球，它会从自己的身体提供生命所需的需要，而地球一直在给予超过人类所需的资源。人类因为贪婪剥夺它的黄金、铀和其他金属能源，这些都是它的生命动力，因此它也会适时借由大自然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借此给人类警示，并加快人类去开发并学会使用太阳能、氢能、电磁能等自然资源的发展。那第二点就是水晶，不止地球是中空的，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也都是中空的，无论是地表还是内部中心都有生命体的存在，只是迄今人类科技还无法证实这件事。最特别的是，中空的地球里所有东西都是由水晶所建造，水晶和水一样是有意识的，只是水晶的神经网络里还能被用来存放着地球许多古老的记忆。这边还提到，水晶无论大小都可以带领人类进到更高的觉醒状态。在冥想的时候握着水晶也能做意识跳跃，平时你可以在家中适合的位置或身上放置水晶，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己的能量跟地球的和谐频率调成一致，形成一个保护的能量场。那凡是低于水晶能量的低频负面意识，就不容易闯进来影响我们的能量场。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很惊喜。由于我是莫名的开始接触水晶，并学习水晶能量疗愈，帮身边的朋友客制化水晶手链，似乎也因为这样让我的身体跟感官有了不同的体验。那这段话恰巧解释了我心中的一些疑惑。第三点就是丰盛之流。这个议题大家应该都很关心，书中直接说明我们的身体和财富是相连的，人的想法、意图和感受越是纯净，我们发送出去的讯息也是比较积极跟正面的，那么我们最后获得的与接受到的也都会是同等的回报。那这边与我之前发在 IG 的贴文你的祷告为什么没用所提的观点还蛮类似的，有兴趣想了解的地球伙伴欢迎追踪我的 IG 了解一下哦。那以上就和各位地球伙伴分享这3点。本次我们的占卜主题是我所遭遇的事情要我学什么。那在占卜开始之前，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做静心冥想。现在请找一个让你感到安心的位置，静静地坐好，请你缓缓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静心冥想。深呼吸，将意念带到你的头顶，再缓缓吐气，放松你的头皮。深呼吸，将意念带到你的眉心，再缓缓吐气，放松你的眉心。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一段疗愈的塔罗占卜时间。我们诚挚地恳求宇宙给自己所需的指引。当你准备好了，请睁开眼睛，看看画面中的3张牌，请用直觉选择其中1张，跟随它走进你的答案之中。嗨 A 所的地球伙伴们，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我所遭遇的事情要我学什么。好，那我们来看看你最近呢遭遇的事情的能量是什么。
好，魔术师、船。好，魔术师跟船，哇，这2张牌看起来就是，我觉得 A 组的地球伙伴们，你们最近是不是有想要有什么新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比较像是你已经掌握到了一些门路，好，或是从朋友那边知道一些消息，然后或是你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绪之后，你决定想要做一番事业，或者你决定想要搬离哦，船也有搬离的意思哦，离开可能是离开本来的公司，然后换到新的公司去。那我觉得魔术师配船，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简单来说，就是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你有一个新的计划。最近遭遇的事情，而且这个有点像是你想要更扩展你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你想要去发掘，想要让自己其他的能力也有所发挥，所以你决定离开旧的地方，然后到新的领域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你们的心里好像也蓄势待发，想要创立某个东西，所以这应该是你目前正在遭遇的事情。那简单来说，我觉得你们就是想要创造新版本的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你在寻找一个可能性，因为魔术师嘛，魔术师就是就是4个元素都握在手中，那你有一个新的开展的起点。你等于说你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要做什么都可以，然后现在就是那个起点，那个创造的起点，有点像是我点一个蜡烛，那我已经有一颗心了，那我准备拿个火要点它的那个起点，那个瞬间，蛮重要的一个起点，我觉得看起来是挺不错的，挺不错的起点。好，那我刚才有说到，有可能就是你目前正打算要离开一个旧的状态，也许是一个关系或者职场，或是你本来的一个舒适圈，那现在有点看起来是我要跳脱舒适圈，而且这个船对应的是一个牡羊，大家知道最近是土星牡羊，也就是说过去是土星双鱼嘛，我接下来进到土星牡羊了，那我有很多东西我之前想做的，可是我可能还沉迷在某个舒适圈里面，我在享乐的状态里面，我接下来想要发动了，我现在想要开始做点什么，为自己做点什么，这个是为自己为自己做的对，因为牡羊对应一宫，我是想到我自己本我我自己。好，那我觉得总之我觉得你们就是准备要开启一个新的版本的自己，离开旧的状态，我觉得挺不错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对你目前造成，就是你现在的你现在所遭遇的事情对你造成的主要的什么影响。好，圆盘王子跟摩羯的男人，好，我觉得你可能最近你会不会太在意，就是我要做对的事情，或我做的这件事情我不要失控，我还是要控制它。应该说你很希望你每走的一步都是很谨慎小心的，我甚至我全部都准备完成，我全部都要完美，全部都要 Plan A、Plan B 到 Plan F 之类的，我都准备好了，我才要开始。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卡在这边，卡在这边，就是我想要尽善尽美，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有一个反对的声音，有一个人在拖住你拖着你要你不要啊！你跳到新的公司可能会什么年假要重新累积呀，对不对？福利要重新累积呀，起薪怎么样啊？未必是好的我觉得好像有很多人拖住你，甚至是有点泼冷水的这个状况，甚至呢有点像是可能你还是虽然你很想要离开某个地方或是有新的作为，但是你的本质你的内心你很保守，还是害怕，对，其实是害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害怕会让你陷入某一种拖延或是压抑你的某些情绪状态，那这也有可能是某个人影响到了你的决策的节奏就是
你本来有安排我什么时候比如说现在是6月嘛，我7月做什么，然后8月9月好，今年底完成某个计划，有人拖住你，有人又给你新的任务之类，新的麻烦出现新的麻烦出现，而且我甚至觉得这个麻烦挺物质层面的，现实，非常现实，就是可能你要换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可能有新的变动，我的那个加薪状态不如预期，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我的部门主管跟我想的有点距离，跟我想的好像不是我当时面试进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整个办公室的氛围好像跟我想的不是那么理想，有一点隐藏的讯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人的感觉人的这个议题在。好，那总之我看得出来A组你们这些朋友，你们目前所遭遇的事情就是你们有很多计划，但是你们想太多，也有可能真的这一群人很多计划，但也想很多，然后后续万一我没有达成我的目的，那我是不是要给自己留点退路？我的退路在哪里啊？退路也准备一大堆，好，可是在你准备退路的时候，不好意思，你根本没前进，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多少都会有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但是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已经，我觉得你们心里早就已经下定决心，好，我要开始一个新的作为对不对？你们就已经处在这个状态里面而且我甚至觉得你们已经有一些人已经一只脚踏出去了，就是收不回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说我不做了，我也不能说那我想跟本来的人复合这样子，没有，你们已经决心要分了嘛我是说以感情来说切入不同的就是那个情感的状态去分析的感觉是这样。好，那总之就是一种你们有很多计划，然后被现实给阻挡，或是这个人的状态有可能是某个权威者，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权威者，也许是这个权威不一定是男生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女生或是父母或是你的以前的上司对不对？你以前的主管，或是你心里蛮器重的某个老师就是跟你说不要啦，那个东西不好你不要啦，你不要离开那个谁谁谁，这样孩子的那个生活费怎么办？等等等都有可能，都有可能这种状态。好，那我们这件事情要你学习的东西是什么呢？哇，人的问题，好，又是王子，怎么那么多王子？好，天蝎座云 A 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这个议题蛮深的就是你正在学的是就是如何带着某个深层的感受前进。因为过去你可能我甚至觉得你们这一群人似乎以前呢都比较没有往自己比较没有顾虑自己的心情做事，或是比较没有为自己做打算。那你们现在开始要为自己做打算了，那你们目前最重要的学习的阶段就是你要去洞察你自己内心我到底所求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你到底求的东西是什么。甚至呢这个深层的感受，你看云有一种就是要在一个模糊不清的状态中前进。所以我刚刚说了，你们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很完美，什么事情都要准备好我才要去往前进，我才要往前进往前走。没有，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边走边学，对，边走边学，见机行事，在一个模糊的状态下。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你要学习观察你身边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对你友善的，是不是每个人对你说的话都是对你有益的，还是他其实也只是在利用你。我觉得这是个蛮深层的一个点。我觉得这 A 组的朋友你们蛮善良的，蛮善良的。可是接下来宇宙要你学的是用一点心机替自己着想，
别人说的话，多去想想他那句话背后的意思。对，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有某些计划，你需要隐晦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哦。也就是说，你不用马上有计划，马上就跟大家分享说，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搬家了，或是我要跳槽了。你跟同事说，no， 不要，对你不好。你需要隐晦自己的心，好不好？你需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的情感，你要让心智去控制你的情感。你需要学习更保护自己的状态的立场，去缜密的做一些计划。还有我刚刚说洞察别人的心，这也是你要学的。不只是你要如何缜密的安排自己的这个计划，你甚至也要去观察，从这件事情当中去观察这个人对我是真为我好，还是只是想把我留下来，然后继续为他做事。有这个意思。好，小心，有这个意思。好，那我甚至觉得呢，真有一出剧蛮好看，叫《藏海传》，我也有在看。那里面有一句话说的不错，我觉得可以套在这个占卜上，就是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在达到之前，你先让自己走到那个位置上去。也就是说，你想要那个东西，可是我先让我自己万事俱备，拥有那个东西的资格，蛮重要的。好，那一样就是在模糊中见机行事，刚刚这个我有说过了。好，虽然有一个议题，有一个隐藏的讯息，就是我觉得也许这个你可能去想一下，为什么你想离开，是因为人的关系，还是被利用的关系？好，你想离开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还有一个议题是，你想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别人伤害了你，所以你想离开吗？还是说你单纯就看不惯某些状态，所以你想离开？这个有一点不同哦，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因为工作而想离开，或是换个环境的话，你可以确保你在新的工作、新的领域之中不会遇到旧的问题吗？那你如果一直用这样的心情，不喜欢就换，不喜欢就换，那这个回圈还是在。对，这个回圈还是在，所以要去面对它。你可以比如说把自己的话，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尽善尽美，尽自己的所能做了事情，然后把所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告诉别人你心里的想法，你心里真实的想法，然后再离开。这是一个蛮好的 ending， 而不是你什么都不说，然后带着委屈，带着没有完成的事情就离开。这不一样，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你到下一个回圈里面，你还是一样会遇到这种状况。好，我希望A 组的朋友是所有事情都会交代清楚之后再离开的这个状态。好，这是另外一个隐藏的讯息，因为云也出来了嘛，船的前方云，所以等于说接下来你还是会遇到一些你之前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哦。还是会继续的轮回，会再遇到。对，所以呢，如果你目前是在这个状态的话，我会比较鼓励你可以离开，但是有些事情说清楚再走。有些事情做好之后再走。如果你是这样的离开的原因的话，好，那如果你单纯只是我要来一个新的开始，我有一个新的 idea， 我要离职，我要去创业等等的，那我觉得不错，只是人的部分要小心，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隐藏的智慧。哇，你看，来赏个牌，朋友。我刚刚好像前面有提到人的因素，对吧？这个圣杯，好，我觉得
这个朋友A 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以前也许这一群人你们之前也是蛮独立的就是很多经历的关系，所以让你蛮独立的。那无论如何呢，你要真正学会去辨别说到底谁是真的在支持你，谁是在消耗你的能量。对，辨别人心洞察人心的这个部分。那我刚刚他这个又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也要学会放下旧关系的模式，建立更成熟的彼此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合作关系。它有一个人的议题在，对，人的议题。但如果说你是想要创业有新的计划，然后要去执行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去结交对你有益的朋友，培养你的新的人际关系。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你看船又配到这个朋友的部分，我觉得它有意思是要你去结交对你有益的朋友。那这个有益的朋友，你可以用比较现实的层面去考虑，没关系，去结交一些对你实际有帮助的朋友。人家也许会说你可能有点势利，但这就是你之前缺乏的你之前不是这样交朋友的你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有计划的去结交一些确实可以让你发挥你的所长，或是发挥你的业务能力等等事业在事业上去扩展他的这些朋友，这是你需要的。因为过往你可能确实没有去考虑到这一点，蛮逆来顺受的。那接下来就是魔术师出现了，要你主动发起这个，现在是你的主场现在魔法棒你已经拿回了自己的魔法棒了，你知道吗？你有机会施展你的抱负，而且这个抱负是对外的。那你要对外，你就必须要找别人帮助。那这个别人是谁呢？就是你接下来要去结交的朋友。所以放下旧有的关系，放下旧有的结交的朋友的模式，改变一下，不要那么固执，这群朋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遭遇呢的灵魂意义是什么？哇，光之女祭司，我觉得宇宙真的是还是爱护者，还是爱护大家，不论你过往所经历的事情是什么。这个看起来就是你的神殿你的神殿。那你的神殿看起来已经破碎了，可是你正在竭尽全力的修复这个神殿，你正在找回自己的力量，找回自己的意识。可能之前的意识是比较为别人着想，或是被别人左右的，为了或是被金钱权力放不下的那些事情左右。而你自己的神殿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光，可是呢，接下来呢，光之女祭司祝福着你，你的神殿看起来虽然就是破碎，可是大家都在竭尽全力的帮你修复它。好，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就好像我刚刚有讲到，就是你必须清楚的了解自己所求的是什么。所以当你清楚的了解你自己所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你的这个神殿看起来也将会是属于你的，不是属于别人的，是你自己的。这是一张灵魂回归主权、自我修复跟能量重启的一张牌蛮感动的。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我觉得 A 组的伙伴正在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正在想要挥别过去的所有，然后很努力的往前进，找回自己的光。这是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你正在这样的一个内在神殿的修复过程，内在的不是外在的。虽然你的表现上，你在实际的作为你是要向外求，没错，可是你在这个向外求的过程当中，你在修复自己的内心，你在疗愈自己的内心。而且你会逐渐的辨认出，就是你会逐渐的意识到
原来你是可以引导自己生命的人，而不是被他人定义的人，好吗？以上的讯息就给 A 组的伙伴。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占卜。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帮我点个赞，或是订阅这个频道，希望对你的小日子有帮助。也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回馈哦。那我们下一支占卜见咯。Hello B 组的地球伙伴们，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我所遭遇的事情要我学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B 组的朋友，你们目前所遭遇的事情处在什么样的能量？好，月亮和花园。B 组的地球伙伴们，最近也许你们情绪方面比较不安因为我在录这个影片的当下刚好是地球有一些太阳黑子磁暴的现象，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大家不安是正常的。好，那题外话好，那这个情绪不安呢花园我觉得跟人很有关系就是或是你有一个重复性的情绪困扰，也许你以前或者说你遇到某些事情就会激起你某些创伤阴影，导致你又害怕之类的就是这样的情绪的困扰跟人有关的或是受到社群或是众人的意见所困，不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也许目前处在跟人际方面的关系比较有大的连结你的情绪好像会依照社群带给你的回馈，亦或是别人给你的回馈，身边朋友给你的回馈，让你这样情绪反复捉摸不定蛮内耗的一组人蛮内耗的一组 B 组的伙伴，B 组的地球伙伴真的是有内耗的感觉，而且我甚至感觉到好像流言蜚语一堆，是吗？跟你有关的跟你有关的，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些传言对你不好，你好特别在意，而且你们特别在意社群特别在意社群，没错没错，手机少看或者 IG 少滑，确实也少看可能对你们来说会比较有点帮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件事对你的主要影响有什么呢？圆盘公主。好，地球伙伴 B 组地球伙伴，我在想你们最近心情不好，会跟你身体的反应有关吗？会不会有些人她刚好怀孕了呢？如果是女性的话，男性当然不可能。好，如果你最近怀孕的话，我觉得好，也许这个因为这月亮也是一个母亲的牌跟母亲很有关系的牌，也许怀孕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精密的安排并不是不小心的，应该是说，如果你对目前怀孕这件事情感到有点困扰，感到有一点犹豫，请你正向的看待它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启示而且这张牌另外一个意思是，如果不是怀孕的伙伴们如果也许是希望你能在你目前所遭遇的这件事情，让你能够享受自然而然的那种快乐愉悦，体会到生活的那种舒适。因为你们是不是很常情绪内耗，好像即便你处在一个大家看起来都是很棒的状态，你也会总是想到不好的地方去，特别悲观特别悲观。所以也许你目前所遭遇的这件事情，它要你学习的是如何自然而然的让你心情放松愉悦体会到生活的一些简单的小确幸简单的幸福快乐你们对于幸福快乐的那种感受好像非常短暂这是需要去不要想太多，真的有一点庸人自扰了那这边还有一种是
学习到一种就是察觉自己的情绪，学习。你看哦，月亮，然后又是这个公主，然后又是女性，你们B 组伙伴，你们跟女性有很大的关联哦。女性不管是生育啊，还是情绪的感受，情感上的那种很细腻的、细微的情感，对于你来说，细微的情感，你看众人，你们的心思非常细腻，你非常敏锐，所以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都可以让你有点抑郁这样子，然后或是有点难受、心情难受这样子的感受，特别敏锐哈，情感特别敏锐。所以呢，如果你目前所遭受到这些事情的话，它也是要你去学习察觉自己的情绪，然后不要被情绪牵着走，你是可以控制你的情绪的，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从负面提升到比较正面的状态，你要去学习这件事情，不是一直被别人影响，被社群影响，而且你们不是柔弱的，就不用一直就是好像就觉得说，我是女生，我就应该做哪些事情 ？No， 没有，有一些事情要跳脱出来，跳脱这个思维哦，好像有这个感觉哦。那这也有一个意思哦，就是学习自然的，希望你们更亲近自然的力量，去多多接触，走出你们的情绪内耗，多向外走。那这个也许是亲近大自然，单纯就是亲近大自然，不是社群，也有可能。这张牌也挺漂亮的，也许就是多多的到户外走一走，静心，然后去觉察自己的身体，然后感受自己的情绪变化。我觉得 B 组的伙伴让我感觉你们这一组，是比较深层的一种生命意义的探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件事情要你学的事情是什么？哇，你看愉悦的圣杯6，就放心的去享受属于你的幸福快乐，就那么简单，非常简单的，不要把事情复杂化，那我觉得这还有一个意思是，不论你们目前所遭遇的事情是什么，你就安心的去享受属于你的努力的成果，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别人会眼红你，别人会瞧不起你，别人会觉得你这样还不够。没有，你现在已经不错了，懂吗？你们现在已经是不错的状态。好，那这是另外一个解读哦。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是有一个意思是不要担忧未来的事，好像总是去担忧一些也许未来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们一直会去想，对，就是往比较不好的方面去想。我甚至觉得你们的那种你们的爱情绪都带着某种恐惧，会吗？某种恐惧，某种悲伤的那种思维，也许这有一点前世的因果的关系，也是有月亮嘛，有一点前世今生的这种循环轮回的影响，所以导致你有目前这样子的想法，对着看着某些事情总是有点害怕的，害怕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好，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占卜师都会想说好听的话，但我想我应该不是这样的占卜师。反正我是小频道嘛，我可以讲我任何我感受到的、接收到的讯息，我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有些人都会想说好听的话，因为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意思。那当然不是针对，因为这是大众占卜，每个人的能量不同，但是我确实有感受到某一派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疾病那么也许这一个疾病的安排它不是偶然的，
我再重复一次这句话蛮重要的，就是也许你目前所遭遇的一些身体上的重大疾病，它的安排不是偶然，也不是别人要害你，不是，不要往那边去想，有可能是灵魂安排的学习课题，因为每个灵魂给各自学习的历程还有安排的事件不同，而也许你们是透过疾病去学习生命背后的意义，或是情感，还有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件事情，让你更深入的去体会到我来这一世体验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非常深入的一个议题，也很双鱼，对，也很双鱼12宫的议题。好，那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呢，你们的灵魂渴望了解生命更深一层的意思，而不单单只是人类活在这世间上的短短的一些七情六欲这么简单。没有，你们也许已经轮回很多世，那这一世你们想体会的是到底人为何生存在这里。这是个比较严肃的议题，确实真的是蛮严肃的。所以呢，这就回到了我刚刚说的怀孕这件事情了。如果我确实有感受到你们另外一派也许是真的刚刚怀孕，有一个孕育新生的这样的生命的这样的责任在啊，也许你们为此而感到有一点焦虑。对，确实，如果你目前刚怀孕，那么当然你要加强这个安胎的部分，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留意自己的情绪转变，该躺着的时候就躺着，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不要再想其他的。那你们的情绪很重要，照顾自己的情绪，然后还要留意这个产前忧郁症的发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遭遇的隐藏智慧。哇，原创性，就是独创性，走你自己的独创性，就是一直在讲到生命这个议题，就是你与众人所体验的这个生命历程大多都不一样，你渴望的，这个回到很深层的一个意思哦，就是你的本质是非常爱自己的，那你也很珍惜生命的可贵，所以呢会用不同的遭遇来体会出这件事情。好，目前现阶段我说的这件事情也许有些人还没有感受到，但之后你会感受到，因为这是一个也许这些牌意也许是大概70、80岁的时候大家才会感受到的，但是你们这一群人的灵性应该说特别深沉，特别的深，想要往内去探寻更深一层的意思，所以也许在你们蛮年轻的时候，你们就会遭遇到这样的状态，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意义何在？那我在这群人之间，我又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边生存？也许你们会常常问这个话，也许会常常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问自己，或是问天啊等等都有可能，探求生命的意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遭遇的灵魂意义是什么？灵魂神谕卡又是一张母亲牌。好，你看母亲的苏醒。B 组的伙伴，我觉得你们是有机会体会到那种母性神圣力量，那种纯洁的爱和同情心，而你也值得这份慈悲的母爱，它会治愈你所有跟母亲相关的创伤。那刚刚有说到一些怀孕的讯息，那这边又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怀孕，那也许你能透过这个
孕育生命的过程和教养孩子的过程，去了解为人母亲的不易。也许过往你曾经想过，但是接下来你会真的亲身的去体验这件事情。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我确实有感受到，就是如果你与你自己的亲生母亲相处间是有不为人知的创伤，或是有一些人生的经历、人生的遭遇，很难一言难尽啊。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也许你在这个孕育生命，并不是男生也是如果你目前老婆刚怀孕，并不是只是说女生，就是如果你在原生家庭上有许多悲伤的辛酸，那么你能在这个孕育生命的过程中，也许有机会和你过往的母亲达到和解，亦或是说你会原谅她的一些行为，原谅她的一些行为，亦或是说你能和自己达到和解，尤其是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跟母亲这一块的联系。那如果小时候不是母亲，那有可能是父亲或是你的祖父祖母都有可能。对，就是这个跟原生家庭的议题是在这里面的。好，我觉得 B 组的朋友所经历的事情呢，是很深刻的生命斗士，还有很深刻的情感的遭遇，刻骨铭心的好，我希望呢 B 组的朋友，不管你们目前所遭遇的有多困难，都要相信这是灵魂为你所安排的旅程，而灵魂相信你能够撑得过去，所以帮你安排了这样的课题，让你去走，让你去体验，让你有机会体会到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生命。这是非常有点像是灵魂的试炼啊，更深一层，提高层次的一个跨越。好，那以上就是今天 B 组的占卜，希望对你的小日子有帮助，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回馈哦。那我们下一支占卜见咯，拜拜。嗨 C 组的地球伙伴们，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我所遭遇的事情要我学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 组的地球伙伴，你目前正在遭遇的事情能量是好圣杯4跟骑士。我觉得最近大家应该过得还不错吧，还算是月亮巨蟹一个妙望位置，就是感觉大家应该过得就是还过得挺不错的，应该也没什么遇到什么大事情啊。但如果真的要讲有没有什么大事情，有可能是感情上也许稳定这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式解，就是也许感情上很稳定，但是你的心有一点不安，想出走不是啦，就是你如果说是感情状态如果是你的感情已经很稳定的朋友，也许你希望这段感情可以再走进更深一层的关系，那也有可能如果还有两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也许你最近刚迎来一段，因为其实有快速的意思，你刚迎来一段新的恋情，这也有可能哦，就是近期正陷入一场恋爱中。但这个圣杯4从物质层面上来说的话，有可能有一个短暂挥霍的感觉，就是你对这个物质享受的这个价值观呢，有一点改变了，有一点改变。好，那也许你正面临一种，就是你表面是稳定，然后但是你的内心有一点空虚的这个状态，可能是你对某个关系已经怎么讲，就是你看似拥有，但是你会觉得说没什么感觉了，
也有可能哈，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我想要进入更深一层的关系，也许是我想要结婚，对，有不同面向哦。那也有可能是，如果不是结婚的话，那就是你这段感情你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其实你们一直都相处的挺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你有点想逃避，对，就是想出走，想去寻求另外一个新的可能。这个内心有一点复杂哈，这内心有点复杂，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种内心的复杂感，对，这是某种就是静水流深的这种情绪的变化。你不要看圣杯四看起来好像很欢乐哦，没有，它下一张圣杯五呢，就是有一种什么东西正准备要翻腾的感觉哈，就像我刚刚说的静水流深。那也有可能是，你正在经历一段就是内在的警觉期，你开始感受到内心的一种，我好像你认识到了不同层面的自己，你发觉到，原来我会这样想啊，原来我竟然那么不安分，我是不是很坏？这样子，你会认识到另一个层面的自己，那也会让你就是有种怀疑，就是你会怀疑你目前所拥有的是否真的能够满足你自己，有一种野心跑出来了哦，C 组的朋友感觉目前状态应该是不错啦，但是有一种想要再更上一层的感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对我的造成的主要影响呢。好，牡羊，狮子，狐狸，好，我觉得大家在事业上应该也是个女强人吧，把自己打理得不错哦。但是呢，配到爱情就不见得好，就是好像会有种想要控制感恋情的走向。或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希望与另一半能够进入家庭关系，但是就卡在这边，不知道要怎么接下去，总不能自己跟他求婚吧？女生对不对？对，是不是有种觉得，好，那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关系，然后之后就是你以前可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啊，以前都相安无事嘛，接下来你可能会一直去想说，好，那我是不是要求一个什么结果之类的？内心有点翻腾的，因为这个权杖有一点控制欲的这个议题在哦，确实有一个控制欲的议题。那刚刚有说，其实这两个如果加起来，因为都是有一个沉迷于奢华的感觉，大家会不会喜欢买名牌呢？大家好，如果你很喜欢一些名牌的东西啊，总是喜欢用好的东西，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议题哦，就是你喜欢那些东西是你真心喜欢，还是你只是想要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那你想要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件事情，是不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没有自信，跟可能以前又有什么原生家庭的议题？要一直一层一层的往上拨往上拨去探索这件事情哦。好，所以呢，总之我觉得有一种叫你不要买太多名牌的感觉。好啊，好，那甚至有一种就是你对于金钱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待金钱的？你跟金钱的关系是健康的吗？对，这有一点健康的那种虚荣心在作祟哦。那也有可能是好，因为配到狐狸了嘛，也有可能是你想要证明自己，就是你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自己的自尊啊，维护自己啊，那你反而会陷入某一种情感操控的这个议题里面。我刚刚有说哦，这个有一种情感，两个，一个是情感操控，一个是我想要这个稳定的感情我不要了哦，就这两个，因为这是大众占卜，大家都有可能有对应的能量哦。
蛮极端的，一个是想要掌控感情哦。那因为又对到狐狸了，我会在想说，你目前相处的这个对象，因为看起来是真的是很偏恋情的哦。你目前相处的这个对象，你是真的喜欢他，还是有自己的野心的这个部分，所以跟他相处呢？或是有金钱上的这个需求，所以跟他相处呢？要去想一下，要向内探索一下，因为我们要看后面的牌哦。不知道这是不知道这是不是好的。我好自然的展现我自己，对，因为我一刀未剪哦，我真的没有在剪的哦，我都是直接录了就直接播了，好真实啊，真实袒露的这个解牌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开始有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了，就是这个爱情跟价值观跟金钱如果都掺在一起的时候，挺复杂的，挺复杂的。但其实你是想证明自己的，你有这个野心在哦，真的有母羊骑士，然后这个也是母羊，对你确实需要去表现自己的能力，而且你在大家面前你都是很坚强的那一面，你不会轻易的让别人看到软弱的你，那这种防卫这种不想为了不被看见脆弱的这种防卫，也有一种是你一直在压力下燃烧你自己的感觉，承受你不愿意承受的压力，不愿意承受的一些情感上的对待，只为了巩固某种地位。这是什么小三跟正宫的这个没有《甄嬛传》这样那么血淋淋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情感的索取好像有一点失衡，有一点失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件事情要我学习的事情是什么？好像一直在学呀，命运之轮一直在学呀，花了几辈子在学呢。好，但是爱心出来了，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大家要学的是，因为命运之轮是滚动的，好，你要学的是就是允许事情自然的流动，而不是去控制或是预设情感的结果，因为这个有一个控制的议题在可是宇宙要你怎么样，让它转自己，让它自然的流动的转。木星，你是好运的啦，真的要相信自己是好运的，而且又爱心。我觉得大家对于爱情的那个安全感太少了。你们是深深被爱的一群啊，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得到别人真心的照顾，不要去害怕，不要去害怕说，好像你有一天老了，有一天没有钱了，那我身边的人会不会离开我之类的，还是说如果我不够好，如果我对他不够好或是我不够美丽，或是怎么样，别人就会离开我就得不到别人的爱，他就不会宠我之类的。没有，你们是被爱的一群，你们身边的人都爱着你们，好吗？这个对于爱情的安全感太低了，提高一下，真的好。那也有可能呢，另外一个角度，也有可能是你要放下执着，放下对于某个人的执着，对于某个人爱情的执着，对于某段关系的这种执着，不要硬要把它弯的掰成直的对，不要去控制爱情的走向。我觉得这有一个议题是，你为什么想要控制这个爱情的走向？为什么希望它朝向你希望的那个方向走？为什么呢？到底是对自己的不安全感，还是有种生育上的焦虑，或是怎么样，或是时间焦虑，或是有亲人的那个压力？这个要探索一下哦。你看爱心哇，
真的就是一个恋爱的牌组，恋爱议题的牌组。C 组的地球伙伴们，如果你们现在正遇到了恋爱的难题啊，我觉得大家要去想一下，就是你要允许，就是打开你的心，允许一些不完美的爱情在你当中。那我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支线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喜欢的对象，好，但是呢，那个对象的经济条件都不如你，亦或是说那个人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在你的择偶条件里面，你现在陷入一个痛苦的纠结。好，那宇宙想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啊，目前的这样的地球伙伴们，宇宙要告诉你的是，打开你的心，练习打开你的心，然后允许这个没那么完美条件的人走进你的世界里面，也许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他，亦或是你们两个人会蹦出不一样的火花，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可能因为一些现实条件就舍弃了跟某些人更深入发展的关系，但后来经过几年的这样子的相处也许他没有跟他交往没错，但是经过几年的这样的轮动，大家的互相了解，那个人他也是很不错的人啊，然后经济上工作上也不断的升迁等等啊，那对不对？大家你们是不是就丧失了一个潜力股？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群地球伙伴们，我觉得就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啊，就是你就遵照你的心就好了，好吗？因为在感情的世界里面，第一个你喜不喜欢他很重要嘛。对啊，那如果你还是比较注重这个经济条件的话，也许真的你会丢失掉非常多认识他人的机会。我觉得会有。好，那么我看一下这个你们所遭遇的这个隐藏的智慧是 money。好，真的是跟钱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用更健康的能量去投资自己的时间跟情感。好，那这个其实还有一个议题就是你要相信你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资源的。如果你目前呢正处在就是你对于感情、金钱都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确实有工作感情，然后这个歧视，想要逃出这个回圈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回圈里面，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资源的，而且你接下来应该会遇到就是帮助你的，实际上可以帮助你的那些人出现。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经济条件上，你会遇到的你会遇到的，牌都告诉你了。那如果是恋情的话，彼此的价值观，尤其是金钱观是否契合，这也很重要。对，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信心，就是你不要那么害怕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会不见，不会的。我觉得你们在物质上是非常非常滋润的一组，应该是不缺啦，但是还想要更多嘛，有点野心了野心太多了对，我觉得单纯的享受，然后自然的流动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遭遇的灵魂意义是什么？哇 full moon 哇，这个满月的状态，到满月我之前在我的 IG 也有发过一个满月许愿的相关的贴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满月许愿。大家接下来应该会遇到不确定是巨蟹吗还是双子。好，如果有遇到满月的话，
满月是一个就是可以释放的这个能量，比如说我什么什么东西要减少一点，像大家就可以去说我想要控制感情走向的这个部分啊，想要再就是减缓一点，减少一点，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星座满月的时候去许愿，用纸张写下来，然后在下一个那个星座的满月再去看看，我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来到一个某个情绪的顶点，因为满月嘛，某个情绪的顶点。那我觉得大家的这段经历其实是为了让你看见，就是你内在真正的情绪，跟你真正的渴望是什么。还有就是与过去的那些不成熟的事情做一个切割，让它就翻篇吧。也就是说你正在迈入一段比较成熟，然后而且更真诚的爱与自我价值的这个路上，你在追随的这个路上啊，那我觉得 C 组的大家其实是很不错的牌啦，很不错的一组。而且你目前所拥有的这一切啊，你看你目前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很值得庆祝的，所以呢，不要再寻求更多不属于你的快乐，好吗？就是如果你要买名牌包包的话，先不要买，太多不好，太多不好，对。会不会有人为了要买某个名牌包，然后跟对方所求太多呢？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要去检视一下哦，也许对方也要评估一下对方的经济条件是不是真的可以去符合你的需求，不要让你的想要来消磨你们之间的感情。因为野心太多的话，想要太多的话，比较太多的话，对感情的那种摩擦都会增加，所以对你是这样是真的比较不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是一个蛮丰盛的状态了，真的是一个相对安逸、相对好的一个时刻。满月又配圣杯4，又有爱心，对不对？对啊，有钱真好，对不对？好，那以上讯息就给 C 组的地球伙伴。以上就是今天的占卜，希望对你的小日子有帮助，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回馈哦。那我们下一支占卜见咯，拜拜。